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我们今天加播一场。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9点半开始的，计划直播1个小时左右。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了。大家在提问个股的时候，请把英文名字还有这个代码打上来。现在美股已经开始了，美东时间9点31了。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盘面，现在这个盘面是一个低开的一个状态。今天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这个GDP 数据。美国时间早晨8点15，8点半，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吧。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GDP 数据非常差。早晨8点半出的这个经济数据非常差，那么是出现了负增长，出现了一个负值的增长，也就造成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低开快速下杀的一个状态。全部是因为这个 GDP 数据给大家带来一个恐慌。那么昨天有一位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周一的时候，周二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能不能够追涨，对吧？能不能够追？我跟他说了，任何股票都不值得你去追，任何股票都不值得你去追，对吧？所有的情况，唯一可以的话，也就是这个出现三买的时候，如果说你能发现它的话，在它一拐头的时候，发现这个位置有希望出现三买了。然后一拐头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追，或者说是出现三卖，也就下跌的时候，对吧？现在我们看一下指数，从4835已经涨到5571了，这波的上涨还是可以的。这个回调是不怕回调的，对吧？你如果说你是有准备的话，你是不怕回调的。那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发生了什么。那么在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们说过。用最后一个中枢来作为观察，对吧？他如果说想要掉头往下走的话，必须要首先击穿最后这个中枢。如果说连最后这个中枢都不能击穿的话，怎么可能掉头呢？对不对？所以说最后一个中枢就是你的观察的这个多空的一个强弱。那么现在还没有回到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内部呢，看到没有？虽然说今天标普是跌了1.49%，现在是跌了1.49%，但是还没有回到中枢里面来，因为什么呢？中枢的上沿在5469，现在标普的最低点应该是能回来5473，所以说应该很快就能回到这个非常窄幅的一个1小时的中枢里面来。它如果说要快速往下杀的话，也可以。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均线，200均线，看到没有？200小时均线在这里，刚好是在这个中枢下面，很容易得到一个支撑。那么可能踩一脚200均线，弹一下，然后再往下走，对吧？如果说你想逃命的话，或者说你想减仓的话，也不是应该去割肉，应该是等它踩到一个位置得到支撑之后，弹一下之后，你在这个位置减。然后它可以走离开，甚至是去这个位置尝试做空也可以。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的话，对吧？所以说追涨杀跌永远都不是办法，任何位置进都有风险，但是前提是你只要控制好你的仓位就好了，对吧？在这个上面弱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减仓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很简单的办法，这一笔上涨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减仓？就是看它的内部嘛。如果说你不想去看它的内部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并排呀。你看它走的非常的纠结，发现没有？所以说这个位置在收盘之前又出现了顶纹型，你是不是应该减一点呢？你没减的话，是什么控制了你的这个贪婪？是什么控制你没有去操作减仓动作？这是应该你去反思的，而不是应该问能不能够追涨，能不能够杀跌，对不对？所以说，更多的是从自身找问题，而不是说去预测今天是涨啊还是跌呀，那都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已经快要回到这个1小时的中枢了，还没有回来。现在最低点在5473.7，还没有回来，对吧？连最后一个中枢都不能打穿的话，你想快速杀到5000点、5400，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所以说预测是没有意义的，你要根据当下的这个图形来去分析你的这个分析现在的走势，然后利用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标普，你只要观察它针对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就好了。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先在这个标普这里停留一会儿，看一下，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周期看一下标普的5分钟让在干什么。5分钟让上面这里还没中枢，5分钟让最上面这里还没有中枢，我们可以把这个1分钟让，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充裕，把这个上面有一个1分钟的小中枢，这里有一个1分钟的中枢，我这还都没有那个存的这个 template， 那么就简单化一下，这里有一个1分钟的中枢，现在是在1分钟上，我们可以用1分钟让大家类似一个这个实时的一个盘面，对吧？现在1分钟让你想进做多的话，你需要出现3段背驰才能进。现在1分钟上还没有出现3段背驰呢，对不对？你想进场做多的话，你得有背驰啊，对不对？所以说不着急，如果说想进场做多的话，起码要有3段，现在这个第3段还是一个带跳空缺口的这么一个玩意儿，是不是？对不对？很多人喜欢开盘的时候就往里追，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你追，你只是搏而已，你只是说赌它一下，说是一个跳空那个杀跌之后，然后快速一个反弹，对吧？你只是在搏，你搏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一定要根据你学到的这些技术分析来进场。现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做多的记号，没有任何做多的这个信号啊。你能做的，如果说你在上面这个位置没有减的话，你这里能做的就是等。如果说你做空的话，也可以等，因为做空的话，你也可以等待它出现一个3段的时候，这个位置在这个 cover 都来得及，甚至在有反弹的时候，这个位置加空都可以，对吧？所以说，说操作这个东西呢，说交易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前提是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在什么位置进，什么位置出，这个就比较考验你的功夫了。还有就是一个耐心，很多人非常没有耐心交易，喜欢随时开仓，再加上现在这个交易的手续费也很低，对吧？很多的这个券商都没有手续费，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过度交易，对吧？你就喜欢进进出出的。我们可以这个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踪一下这个标普，什么位置你能开仓，什么位置你应该等待，然后利用你这个标普这个1分钟或者说这个短周期，我们做个例子，同样的股票一样的办法，在大家没有提问的时候，我们就跟踪一下这个标普，看一看它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我们缠论学到的这些知识，让我们可以进场的这个时机，对吧？还没有出现，想要任何的进场都要出现底分型啊！任何的你要进场的那个双触发呀，我们是双触发，首先要有底分型，然后这个下跌的内部，第二个触发是它的内部这段，内部这段要有这个背驰的，就是起码有3段，甚至5段，甚至带中枢的，对吧？所以说是双触发，但是现在第一个触发都没有办法触发，那你想做多，你不是找死吗？现在应该是已经回到了1小时中枢了，对吧？回到了1小时中枢里面来了，但是呢，回到了中枢并不代表反弹，它这里内部结构不够饱满呢，下跌的这个动能太强，
连1分钟上都没有出现盘整背驰，所以说这个反弹不能要。这个如果说给到一个1分钟的反弹的话，也不能要，因为它前面这段的那个动能太强，这个反弹可能是一个很弱的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走。你也可以从它这个起跌点应该在这个位置5569这里，你去做一个又下去了，看到没有？又下去了。所以说呀，你学会了这个缠论之后，你不会乱操作的，因为没有信号。你所学的顶底分型是最清晰的这个交易信号，没有顶底分型，你没有进场的依据，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不会交易，说哎呀这个老师分析的很好，或者说那位大神分析的很好，然后一到自己做的时候就不会做。有什么不会做的呢？顶底分型你学过了之后，什么是顶分型，什么是底分型？任何的人你只要不傻，你只要不傻，你就知道是学会了它的定义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顶底分型，这还不会区分吗？有没有顶底分型不就是一眼的事吗？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不会交易，说这个交易这个没有用。这位叫 K 的朋友问 WW 那个价位 ，WW 是什么玩意儿？是你要问的股票吗 ？WW 是这个是吧？既然有朋友开始提问了，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WW 那个价位可以买吗？我不知道你这个你是问哪个价位可以买对吧？这个 WW 这个公司，我们看一下大图形吧。公司基本面你们要自己去看一下，但是整体来讲是一个一直要就是说它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是一直是一个趋势向下的这种往下走的这种公司，对吧？你如果说不了解基本面的话，或者说长期，我们所谓的长期持有啊，是持有的是长期缓慢上升的这种票，你这缓慢下升的，你明显选错了赛道了，对吧？这种公司就是选错了赛道。那么你如果说想尝试进的话，也不过就是想做一个短线的，对吧？这种票你想做短线的话，那你就严重的去控制好你的这个止损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有没有进，对吧？在这种低位的时候有没有进？现在已经追上来了，已经都上来了，你现在问哪个位置进，那你就可以用它的回调位啊，因为我们说过，任何的涨都不值得追。任何的涨都不值得追，如果想进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够回调到这些位置做二买，给你一个二买的进场。所以说，WW 的话，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么多。然后再看这个叫丁朋友问，特斯拉的支撑点位，看一下特斯拉，今天这下的这走趋势吓人是吧？没有什么吓人的呀。昨天我们在分析特斯拉的时候，我都说了呀，它在这个里有一个明显的这个200天在这里压着呢，看到没有？我们昨天说的时候，不就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200天了吗？对不对？昨天我就说了，你想减一点是可以的，然后你不减的话，就等一个明确顶分型，这也出现了明确顶分型了呀。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不就一切都在我们的分析之中嘛，对吧？今天的下跌就是它下跌的一种可能啊，因为到了这个中枢的上沿了，它出现回调，不是太理所当然了吗？如果什么时候能进呢？回到中轨的时候，这个中枢有中轨，甚至是再往下深一点，因为它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震到什么位置，它可以在中枢的任意位置，它可以是这样，然后这样，它可以任意震。只要在这个中枢区间内都可以，对吧？所以没什么吓人的。你问支撑位可以进点吗？那你要想进的话，就需要降低周期了。我们可以这个到小周期看一下，把这3根 K 线给它高亮一下。1小时还是我把1小时的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从这里起涨，然后到这里回落，这是它的1小时的中枢。
然后现在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3买，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3买，回来的话还是3买，你可以从这个起涨点给它，这是它的起涨点，看看能不能够在这2个位置止跌，对吧？你起码要企稳，大概率可能是要跌破这个位置，看它跌破272.42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3段的一个背驰？那这种方法怎么找呢？就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我们把这段的给它画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这段的次级别，看看15分钟上，对吧？现在看的是15分钟，那么我们要找它的次级别，先看3段，先从最高点测一下，哎，有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了，20.89，到了20.89这个位置能不能够企稳，对吧？相当于等比例，跟前面这个位置等比例。如果说这20.89扛不住，直接往下走，你该怎么办？肯定是不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1和3和1比较不背驰，3的空间大，说明它的动能强，你这时候就不能做多。那么给你反弹一次之后，如果说连这个272.42都碰不到的话，你是还是不能够这个。如果说你能够有能力抓到这个位置的话，是可以尝试反弹。如果说反弹碰不到272.42，你赶紧卖掉，因为它还有一个5，对吧？只有这个第5段的时候，因为是一个3的就背驰了，1、2、3，他们3个背驰了，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晓得吧？所以说，它有可能要踩一下这个120均线，踩一下120均线，有可能弹一下，然后继续下，对吧？这就非常非常细了，需要去盯盘才能做这种。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慢慢等。等到什么时候踩到270.89的时候，271吧，或者说270取整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或者说你挂个单子，弹一下看看这个弹的力度。如果说弹的力度很差的话，那这个位置也得卖，它可能还要再下来。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饱满，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走势类型了，对吧？所以说不要着急。做单子是千万不能着急的，你一急的话，那句话怎么讲的？财不入急门，对不对？想要赚钱，想要发财，你不能着急，财不入急门，你越着急越赚不到钱，你只有耐心等待才可以。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位置有可能有支撑，想做它的话，那你只能去1分钟做，1分钟这种是特别小了，它这种弹一下可能继续下，然后给你个5段。这种你就要非常好的这个反应，能不能做这种取决于你自己啊，取决于你的通道，取决于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对这个走势的判断，这就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功力，对吧？越小周期难度越大，周期越小难度越大。很多人喜欢做日内，但是又没有那个水平，就很容易被打脸。然后再看这个。Shirley 朋友问 BTC 是问的比特币对吧？比特币的话，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在前2天分析的时候已经说过，在这个420到95976这段的空间，我们分析过4小时。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之前一次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在应该在这个位置，对，刚好在这个位置。然后下面有一个4小时的 A 中枢。然后我当时说，只要突破94686就可以减一点，因为在4小时上是出现了一个背驰段，对吧？然后它确实是突破了94686，最高点到了95976，对吧？这是不是背驰了4小时啊？背驰之后又下来了，然后开始做第2个4小时中枢。我们把这个第2个4小时中枢给它画出来。第2个4小时中枢有了，但是4小时中枢这段离开就没有出现一笔回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最低点还能被打掉。如果说92829再被打掉的话，就是一个下跌延续，对吧？就是说构成这个大 B 中枢，模型里面这是大 B， 下面是大 A， 模型里面这个大 B 中枢的这个第3段没有结束呢，对吧？你要想做这个离开的话，你要等它结束才可以，也就是这个位置。所以说，你看它现在还向下延伸呢。所以说，就等它再次跌破这个92892，不跌破也可以，
不跌破的话，就是次级别有一个二买，4小时上的话是没有那个买卖点的，你要去它的次级别，对吧？次级别有个二买可以去尝试，也就是说你要做的离开，但是它在4小时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这个段的上涨动能已经偏弱了，所以你不要期待它后面还有，比如说冲到10万，按照现在这个动能是冲不到10万的。如果说能在这个最后这个中枢震出9段来，哎，那前面就变成金融段了，有可能冲上去，对吧？所以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围绕最后这个4小时的中枢做震荡就好了。这个中枢的上面减一减，中枢的下面加一加，就是它只要不能脱离这个中枢，你就做这种中枢震荡就好了。所以说最简单的中枢震荡就能够帮助你来交易这个比特币的这个4小时的这个交易，对吧？然后再看这个艾米林朋友问的 Meta， 我本来也要说这个 Meta 的，因为这个 Meta 是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4月30号盘后要出这个财报，对吧？那么 Meta 还有就是微软 ，Meta、微软、Qcom 这3个公司是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但是 Meta 这个涨的呀，明显的偏弱。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它的涨幅是明显偏弱的。我们把这个 Meta 的图形给它新的图形给它画出来。这里是有一个最低点479.8，看一下是周线的。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它的日线的这个周期，然后这里这个把这个最低点给它纠正过来。好的，那么 Meta 的图形现在是比刚才清楚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从前面这里下跌的时候还有一段，这里还有一段，所以说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从740下来，1、2、3、4，该走第5段，现在开始走第5段，日线的第5段，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对吧？现在日的顶分型已经出来了，很多人会说，那么如果说这个顶分型只是一个中继的，然后盘后一个财报非常好，或者预期非常好，展望非常好，又上涨了，那就说明这个顶分型是一个中继的。出现顶分型并不代表一定要回落，对吧？没有100%让你这个能够预测这个顶分型还是中继的也好，还是一个固定的。只能是你用仓位去试。很多人觉得你个技术分析没有100%的绝对性，就不叫技术分析，对吧？很喜欢在市场里面找100%的绝对性。这市场里哪有100%的绝对性呢？任何的位置都有可能突然出现一个这个位置，你说它是一个这个顶分型吧，然后你预期它是这个回落一笔，但是出现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比如说特朗普要这个不加关税了，也不跟中国干了，对吧？直接这个跪了，那么直接一个大涨上去了，对吧？这种突发事件你能预测得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所能做的就是控制好你的仓位。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减仓了，你就等待这笔回落；如果说它要上涨的话，那你就留着底仓，对吧？就是说给自己留一点余地，给自己的交易留一点buffer， 留一点容错空间。对吧？你这样的话就不把自己这个放在一个很难受的位置。涨的话我手里有底仓，跌下来的话我又能补，对不对？那么如果说往上走的话，那你就看一下到200天8%，到120天14%，对吧？这是往上走，这是2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如果我回来的话，再跌破前面低点的话，10%。一般 Meta 的话，它5%左右的这个震荡盘后是比较正常的，对吧？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又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先减一点之后等待它有回落，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回落可以补回来，没有回落我手里还有底仓，它继续往上涨也没有关系。往上涨到了200天冲不上去，还是要回来，我还是可以加回来的。到220天上不去，还是要回来，我在这个位置也加回来。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位置卖的，比如说卖在了540，然后上去之后这个回调没到540，比如在560，他就不愿意买回来，因为它是一个低位卖的，然后他不想在一个高位买回来。那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高买高卖不就完了吗？我560买的，我的600卖，不也是赚的吗？你就是为了做差价嘛，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觉得啊，我这个位置卖了，但是后来这个位置又比我卖的位置高了，那说明你的判断还欠火候嘛，对不对？所以，纠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去纠错，而不是说一味的这个看着这个走势的变化，但是自己不去纠错，而是固执的，就非要赚钱，或者说不认错，对吧？你这个判断错误了，你又不认错，就硬扛。如果说只是股票的话，你硬扛还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加杠杆，也没有加这个玩的又不是期权，又不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一直长拿的，你不认错硬扛倒没太大问题，对吧？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之前有一个朋友好像在700多买的，你硬扛也没有太大问题。他如果说过个5年10年的，他再次突破740也是有可能的呀。毕竟你只要小散户来讲，你顶多是损耗一点时间而已。你并不亏钱，对吧？你如果说是只是单纯的买股票的话，所以说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投。对大部分人来讲啊，我其实越来越深的感觉到或者感触到，学这个投资的话或者学交易，学技术分析，如果说你学的不明白，就去用的时候反而是有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定投的话反而没事儿，你会发现。我定投一个票的时候，我非常有信心，非常有耐心。我买了之后，就隔一段买，隔一段买，也不会这个担心它这个暴跌，因为你买不到一个最高价，你也买不到一个最低价，你买的是一个平均值。你定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态非常好。但是你一旦学了技术分析之后，哎呦，老想做交易，每一个波浪，每一个这个震荡段都想做，你会发现你这个位置，比如说卖了。但是这个位置没买回来，它又涨到了740，你有可能追在740，而不是说这段你没吃到啊，你非常着急啊，一直想等回落，但是它不给你回落，对吧？这就造成了你一个这个心态非常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在技术不够好的时候就乱用技术分析，反而是有害的，这也是可能很多人没学明白，最后的结论就是技术分析没用。这是我观看很多微信群、很多论坛、很多一些美股论坛里面，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分析没有用，那个分析没有用，对吧？是你没学明白，肯定没用啊，对不对？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交易才是最关键的，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很多人不能够认清自己的能力，就说这个没用，那个没用，这个可能是太多的抱怨有什么意义呢？你抱怨来抱怨去，市场 care 吗？对不对？市场并不 care 任何人的抱怨，该涨就涨，该跌就跌，它是一个市场合理的一个作用，对吧？你再多的抱怨也不能够给你带来这个更多的收益，只不过会让你的心态变得更坏而已。所以说，这个 Meta 的话就是等待它出现能够让你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 Meta 的话，我们就连带的说一下微软，也是今天盘后要出财报，4月30号盘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图形。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最低点，然后这里是周线上，然后这个最高点在468。然后前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我们可以从468这里断开的话，这个中枢我就给它变过来，因为我现在只观察468右侧这些，这样的话这个中枢的位置就在这里。我现在只关注468右侧这些，它左侧这些我们可以不看它了。我现在就关注468右侧这些有没有结束嘛，对吧？主要就是因为这在月线上已经回撤一笔了，季度上还不够一笔。
月线上这一笔是已经形成了，这所有的这些月线上是够回落一笔的，然后月线上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的下影线 ，K 线的实体也不大，就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单 K 反转的这么一个潜在的这么一个图形，单 K 反转，对吧？然后看一下这个周线上，周线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带结构的，有进入段，有中枢，然后有离开，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周线上反弹还不够比，再加上今天盘后要出的财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区间。那么它最后这段，我们把它最后这个离开段，就是周线的这个离开段的内部给它画一下。这里是第一次下跌，给了一个二卖，然后再次下来，再次反弹，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从这里上去，再次下来，然后再次上去，构成了第二个中枢。好的，那么它就是这段周线上那一笔在日线上的结构，我们已经画出来了。它这里是第一个中枢，这里构成了第二个中枢，两个中枢了，对吧？但是呢，这些结构在周线上又是周线那个底分型。那么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这个最高点，398，现在也出现了这个日的顶分型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如果说要回到这个，先回到这个中枢的下沿的话，1.95%还很小。如果说要直接打掉前面这个低点，7.5%，如果说跌破这个344的话，10%，对吧？就最深也就砸个10%就差不多了。它如果说真是要微软的一个财报，比如说它的数据中心呐，它的这个云呐，对吧？如果它的 AI 呀，如果都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砸个10%。往上走的话，这个120天6%，200天7%点多，对吧？也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压力位了。所以说就是上下上的话7%、8%，下来的话最多就10%。如果说能够到这个位置的话就很浅，这只有2%左右的。那么这个位置你应该买的。如果说真的给到机会下来的话，你把前面这个低点给它标出来，355。如果说能够再次回落一段的话，那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加的，因为这里是做了2次回落，这都是在做中枢呢，对吧？还可以再上去，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那笔上涨。所以说下来不是坏事啊，下来是能够让你再次加仓的一个位置。这是这个 Meta，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高通。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在7170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频道里面有一个朋友一直在问，一直在跟。后来也不知道具体，我就因为我没有做它，所以我也没有去跟踪它。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结构。它这个230这个大跌之后，230下来之后，跟其他的跟刚才那个微软的话也很像，对吧？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分型。那么一样的，230跌到120，结没结束，对吧？我们要关注任何位置要进场的时候，我都要看它大周期有没有可能结束了。大周期没结束，那么你去下跌没结束，你做多的话，你就是逆势啊，对不对？如果说下跌这个大周期的内部已经相对饱满了，我现在的位置可以尝试开始建点仓了，我开始尝试买一点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结构，因为我们做单子是顺大逆小，对吧？就是顺大势逆小势。那么大势的话是下跌，或者说下跌那个延续，那你就要逆小势，就是逆上涨。如果是小周期在上涨的话，你就应该做空它，因为大的趋势是下跌的，所以说就叫顺大逆小。那么以230这个位置作为分析的话，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画出来。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
那么周线上的离开也有了，然后这都是进行它的中枢震荡。那么中枢的结构，我们把它修正一下，这是它的一个中枢区间。好的，我们只关注230右侧这些。那么周线上也出现了底分型了，周线上出现了底分型了，看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中枢的下沿在哪儿？151.39，对吧？必须要回到中枢内部才是在做中枢震荡啊，也可以再下来，甚至给一个2买，再上去也可以，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中轨出来之后，它也可以是弹到中轨这个位置，然后给一个2买，甚至强的话就是到上沿儿，最强的是直接就是在这个中枢上面去。所以说，不同的位置代表了它的一个多空强弱。那么这是这个在周线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从120涨到现在这个148这个位置，它的这个次级别日线上。它这个前面这里是走的非常乱的，我们把它这个都去掉。我们现在关注的，我们把它也高亮一下，就是关注这4、5周的一个情况，看一下日线。那么在日线上的话，1笔上，对吧？现在只是1笔上到了这个149.2、149.3。这个价格更高一点，149.3，这里是1笔上涨，对吧？那么如果说往回来，一样的办法，到138的话，一般高通的盘后这个震荡的话，5%左右是有的，5%左右的一个空间。往上的话，就到120天，9%就稍微大一点，对吧？上下5%，它的空间是有的，所以啊，你要想赌财报的话，就两边都买，然后不要赌单边。这种位置，你赌单边你是很难操作的。所以说两边都这个下注。如果说你想玩财报的话，但是如果说长线操作的话，那就是这个120这个位置，只要不被打掉的话就没有关系，对吧？120这个位置不被打掉，我这里就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再次进到中枢，我先减一点，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再做到2买，它可以再继续回去震，甚至是直接就走反向，对吧？所以说120.8就是这个大周期的这个防守位置，就做好这个防守就好了。好的，这是这个高通。我们再回过了头来看一下这个标普，现在在1小时上到了什么位置？哎，是不是踩到了120小时？是不是踩到120小时上得到了一点支撑？我们看一下1分钟上，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1分钟上是不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3段，对不对？这个位置我当时说不要你去做它，因为它是一个不被持的状态。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1分钟的反弹的，是不是跟我们刚开始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分析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差别？跟我刚才做直播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分析，我说这个位置可以尝试买，有没有任何的差别？不是说我的分析有多厉害，而是说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你如果说知道了这些走势可能的，所以这就是缠论的不测而测。我们不预测，不是说你不能预测，而是说你如果说能够把它的变化的情况都分析出来之后，你就等就好了，对吧？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买是有原因的，我是有等背驰。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买，你就是博这个反弹，你就是博，对吧？你说哪个的概率成功的概率更大？
你其实交易来交易去，不就是博这个盈亏比吗？哪个的盈亏比更好？我在这个位置进，那么我可能止损就放在下面一点。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进，你就不知道放在什么位置了。你放在下面一点的话，它完全是可以直接打掉，就给你来一个背驰，它立刻拉出来，对吧？所以说，那么现在是开始做中枢了，一分钟上开始做中枢了。这个开始做中枢，上面这是只是1分钟的第一个小中枢，但是呢，上面这个1分钟的中枢啊，它是应该是超过9段了。我们大概看一下，因为它是比较乱的。这是进入段的话，1、2、3、4、5、6、7、8、9段，这个是9段升级的中枢。那么下面这个中枢，如果说不够9段的话，如果说这个不够9段的话，可能要再次下来，在这里做2个中枢才可能结束这波下跌。这是这个不够9段的。如果说能够够9段的话，它也可以跟真成9段，跟下面的中枢级别一样，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结束，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里震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但是呢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这就升级了。那这样的话也可以，上面是一个9段升级的，就是扩展之后的一个中枢，下面呢是一个2个中枢有扩张之后的，那他们俩的级别是相等的，也可以，对吧？就这么几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做完全分类的时候，之所以在缠论在这个图形的这个分析的时候可以用完全分类，原因是因为它的变化少，它的变化就是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是盘嘛，要么就是震荡盘，它的变化少，所以说你用完全分类的时候，这个办法是可用的。那么你如果说你用在战争里面做兵棋推演的时候，你用完全分类，你就很多时候你都是猜嘛，因为它的变化因素太多了，你是很难做到一个完全分类的。所以说为什么在股票里面可以用完全分类，因为它的变化少。然后现在又开始这个就是这个现在做的这个小中枢，它这段没结束，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再往上升一升。那么你想要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上涨的话，那你就需要调到它的更大的周期了。比如说1小时的话，没有太多的信息，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周期上给到更多的信息。在15分钟上的话，可以用这个最高点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面这个高点，这个下跌点5571，也就是这个最近这个上涨最高点5571。因为这个在15分钟上，它的下落是勾一笔的，你可以在15分钟上做一个这个黄金分割的一个反弹测试，对吧？它完全可以是弹到5486或者5480，这一笔给你弹到这个位置，然后再往下走。所以说这就是你能够利用这个技术分析测出来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对吧？现在还在往上冲，而且15分钟上也有底分型了，15分钟有底分型了，1分钟上的话是有3段，这不就是双触发吗？这不就是双触发吗？对不对？那么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生长到5486，甚至往上更高，当然也可以了，对吧？你不能够说还没到0.32呢，你就期望它到0.018，不要好高骛远嘛。这就是你能够计划的它的反弹的位置，你就可以盯着了。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挂单，对不对？那么再回到1分钟上，你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周期上也有这个数值，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晰的能够观察到它能不能够冲到这个位置来。这现在动能很强嘛，1分钟上动能很强，看到没有？哎，快慢线的张口也可以，但现在又快到了0轴了，又快到了这个1分钟的 MACD 的0轴这个位置，这一般就是，如果说冲不上去的话，就会在这里蹲一下，然后再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强的话当然是直接这个0轴张嘴特别大，直接冲上去，那就有希望到这个0.382这个位置。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利用这么个机会，今天时间比较充裕。现在整体都在反弹，我看一下其他个股的话都在反弹。看到没有？是不是开始蹲了？是不是开始蹲了？有差别吗？我不是在预测呀，这都是经验呐，这都是实打实的用
真金白银从市场里面换来的经验呢，对不对？你到了这个位置，零轴冲不上去，是不是就受阻了？对不对？我们这是实时的呀，1分钟的图形。你说交易难不难？交易不难，你只要知道它在有什么变化，你应该做什么这个对应就好了。那这个位置我在下面出现这个背驰的时候，我进场，然后在这个位置卖掉，你这段是风险是非常小的呀，相当于你买了就涨，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难不难？不难呐。你只要能够把握，你只要能把握，你能把握那段就好了，你不需要全都吃到。吃鱼吃中段嘛，鱼头和鱼尾那个骨头比较多，比较难嚼，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不要吃，对吧？很多人老想是吃全段，鱼头鱼尾也想吃，你有那个能力吗？你说交易难不难？而且我现在虽然说用的是1分钟在做演示，你方法是一样的，你用到日线上、周线上、年线上都一样啊，只不过周期长了，你可能等待的时间就长一些，对吧？但是方法是一致的，所以缠论就是大小通吃，大周期也能用，小周期也能用，你只要有图形的、有 K 线的都可以用，都是一套办法。你看看出现顶纹形了吧？这下来之后，那这里是有一个，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1分钟的这个中枢给它切出来，它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哎，这样的话就是这么一个中枢，然后这里的话给一个2买，可以再上3段，对吧？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观察一下，是不是能够到中轨这个位置停顿，然后也可以往下深一点也没有问题。只要不能够再次跌破它，都是给到一个2买。如果说跌破它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上面这个是9段升级的中枢，然后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继续跌破，我继续往下走 B 段，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小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这整个的下跌。也就是说，这里要有2个中枢出来才可以。具体怎么选不知道，就继续等。看还不够比，快成比了，快成比了。看看这个1分钟上这一笔能不能够出来，对吧？这一笔能不能够回来？它也可以是踩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5460，踩到这个位置也可以啊。这相当于在这里也是做中枢啊，这也是2买，前面是1买，还可以再上。看一看怎么选。打掉5467呢？如果说不往下回来，就是回落不够比，先把5467打掉了，意味着前面这段没结束。哎，已经突破了5467了，说明这什么呢？说明5433上涨没结束，1、2、3、4、5。现在看的是1分钟，说明在秒级别这里面有了一个5段。也就是说，这段可以再往上走一走，但是已经也是5段了，它的秒级别出现了5段，那你是要做第5浪吗？对吧？所以说你能够吃到的是中间这段，第3段，这个3你是能吃到的。我3吃到了，你不是说你每一段都要吃到啊？你就最大的这段，空间最大的这段吃到不就可以了吗？就吃中段嘛，对不对？
这不快结束了没有？是不是1、2、3、4、5吗？1、2、3、4、5结束，再次等待它回落一笔。哎，要出现顶纹形了。这个高点547.59， 547.32。现在1分钟的顶纹形已经出现了哟，看这段回落，再次观察这段回落，是不是能够回来，还是说杀到这个位置？就是等嘛。所以说交易的话，可能是1分钟结束买入，1分钟结束卖出，大部分时间全在等，更多的是在等待，而不是在忙于进出出，对不对？这不是要1分钟要这个回落这一笔要出来了吗？日内交易能不能够做？你知道该什么位置进，什么位置出，可以做呀，对吧？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频道里面留言问我这个一个位置，就是说，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内能不能够跌破某一个位置，让我去给他，以为我手里面有水晶球，能够帮他预测一下。就是人的妄念太多，你妄念太多的话，就会胡思乱想。这个1分钟的小点纹形又可能被打掉，对吧？你在这个位置出场之后，还没有再进场的机会呢，因为它这个没结束，你就不能进，对吧？这个最高点547.76，又出了这个高点，说明这个什么呢？说明这里秒级别这里有一个 A 中枢，这里做出来了一个秒级别的 B 中枢，那么这个的结构已经挺饱满了。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啊，1分钟上我们都能看得这么细。1分钟上的这个，它现在走的是 C 段，也就是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它现在走这段，看能不能冲到5486。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做日内的话，千万不要搏了，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那么这段随时可以结束。
要快结束了，看看这次能不能够下来。这个次如果说能下来的话，如果说连这个5460都碰不到的话，那这个位置可以进去做二买，它可以再次来一段，就这段是能吃的，看一下能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是又打了一个小高点，5477.46，又出了一个小高点。哎，不错呀，它这段上冲的这个延续性还是不错的，最关键的也是它冲到了零轴以上了，MACD 冲到了零轴以上了。看看这段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跟踪一下。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踪一下这种就是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你到底要看什么？就是说你在下面出现背驰进了，在这个位置，比如说你减掉的话，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机会让你进场呢，因为你后面这段是不做的。对，基本上相当于手把手教你怎么看日内的交易。我们用的就是1分钟这个举例子，连1分钟你都能分析清楚，那么日线、周线、周期更大的不是更清楚了吗？连1分钟这么复杂的都能用缠论分析，你大周期的就更容易了，对吧？周期这不是顶分型又出现了，对吧？前面是出现过几次顶分型，顶分型都被打掉了，都变成中继了，对吧？那么第3次出现顶分型，看看能不能够下来这一笔。又出高点了，这波这个后面这段的动能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它冲到了零轴以上的，它这个 MACD 冲到零轴以上之后，后面这个虽然说它有过几次，但是都顽强的往上爬，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看看能不能够冲到这个5486。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吃这一段，后面都这个拿不到。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赚的就好了嘛。你又不是说每一分每一根 K 线你都赚到，那你这个呃需要的这个精力，或者说你需要的这个盯盘，
哎，又打个高点。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的现在的结构是这样，1小时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然后现在往回走，但是这个回落还不够比。1小时，15分钟的话，现在是出现这个从最高点15分钟这个回落是够比的，现在是在做这个15分钟的反弹。那么15分钟上我们也做了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位置，对吧？现在已经冲上了5486，赶紧看一下1分钟上，哎，已经到了最浅的反弹位置了，已经反弹到了最浅的0.382的位置。现在这段的后面，尤其后面这几个这一小段冲的这个后劲儿还是挺大的，但是能不能够冲上0.382，这就关键了。一般你去比较一下其他个股的话，跟这个标普的日内图形差不多的。标普是一个500个股票的一个合集，你能够独立于标普走势的非常少，大部分都跟指数的走势差不多，就是个股当日日内的走势都差不多，长期可能有变化，但是日内走势都差不多。所以说你分析好一个标普，其他都一样。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我之前说过，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就是红绿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对吧？到了十字路口，我不是说现在是红灯我就要停，因为红灯你到了路口只要观察。如果说红灯虽然说是红灯，但是有警察已经控制了这个十字路口，你要根据当下的情况改变，警察在跟你招手，让你去红灯也让你通过，难道你就停在那儿等绿灯吗？在现实中肯定没有人能那么的死板吧，或者说你学了交规以后，肯定知道到了十字路口，如果说有警察接管了交通的话，肯定是听警察的呀，对吧？那这个是黄金分割这个线也是一样的，就是十字路口，到了路口之后，我要看这段的内部结构，如果说不够饱满的话，你虽然说是红灯，虽然说到了一个所谓的压力的位置，但是我也可以往上冲啊。就是一定是根据你在观察的周期的当下情况来做分析，这些只不过就是一个辅助判断的一个工具，对吧？有这些位置更容易出现阻力。开始要回落了，看看这笔回落之后，哎，下来了吧？是不是0.382成阻力了？因为它的内部已经挺饱满了呀，技术段一个小 A 中枢、小 B 中枢、C 段，然后出现了回落，是不是它的结构又饱满了，又到了这个位置，它就更容易出现阻力呀？是不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例子，就是到了红绿灯你要看，那么现在回落什么时候可以进呢？这笔结束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还是说能够给到一个2、3买重合的位置？这就不是2买了，为什么是2、3买呢？因为这里有一个类中枢啊，对吧？
如果说不能回到中枢的话是3买，回到这个，然后2买是基于前面这个1买，它是2买，所以说是2、3买，2加3。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测一下它可能的回落的位置呢？那就反过来测嘛。我们把这个从最低点再测一个这个回落的这个，我们把前面这个黄金分割15分钟那个去掉，然后看它回落，反过来测它能不能够站到这个位置，对吧？如果说不到这个位置，不到0.382，那说明回落的很浅呐，那更应该买了。就这个位置是更应该做这个后面这段，但是因为它的周期非常小，是1分钟的，开始回落了吧？看一下它这个回落能到哪儿？现在已经有5根 K 线了 ，K 线是满足了我们的定义的，这是有5根，但是呢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在小周期的时候，先看它有的时候吧，用一个5根，就首先必须要满足5根 K 线。哎，又要企稳了，看看能不能够企稳，出现一个底分型。1分钟上我也要等底分型啊，对吧？给到一个底分型，才有可能有反弹呢。又出低点了，看一下现在最低在5474，现在回落够比了，严格定义也满足回落够比了，就看它什么时候先有底分型，没有底分型就不要动。就是说做空的话，当然可以继续拿；做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的，没有底分型啊，对吧？那么看看能不能给到一个2、3买重合的，还是说要回到中枢里面来？底分型要出现，哎，出现底分型了。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日内的，这个位置可以尝试做2买了。那么你要是做 ES 的话，比如做期权的话，它是要带止损的。那么止损的话，因为这个周期是非常小的，一般其实最好的止损位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说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的话，那你就把止损放在中枢里面也可以。比如说你要是做 ES 的话，做期权，那止损就放在5460。如果说你能够那个止损空间能放大一点的话，就放在5433下面。所以说这就是看你的一个风险控制能力了，或者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这样做了。那么做的是2、3买重合的买点，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什么是2、3买重合的，什么时候出呢？突破5487之后其实就可以出。如果说突破之后的力度不够强的话，突破5487力度不够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在这里就是背驰了，3段有背驰。所以说，进场之后一定要计划好你的出场的位置，对吧？或者说吃那个你的止损的位置，这种小周期是必须要设止损的。你不做止损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快速下杀；你不设止损的话，它会，如果说你又是带杠杆交易的话，那你是，会亏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现在这个位置进了，就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把你的止损打掉。1止损的话，
可以放在这个中枢的这个上沿位置，回到中枢里面就止损，或者说跌破5443就止损，这是必须要设置的，尤其是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这个5473.69又跌破了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是应该把这个前面的小低点，就是底分型给跌破了，意味着这个5473.02跌破了。现在这个小底分型已经跌破了，但是呢，你的止损位置在这儿呢，只要不打掉你的止损，你就可以继续拿，这是你能够承受的范围。没有100%的交易，但是你必须要有承受的范围啊，这个亏损是你必须要承受的。或者说是到这个前面这个底分型，到了前面这个最低点这里，这个空间的损失你是必须要承受的。你如果说这个都承受不了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做交易呀，对吧？你说我只能是承受涨，不能够承受跌，那你没有这种交易啊，或者说你除非是知道在准确的知道哪个位置肯定涨，哪个位置肯定跌，那样的话你才能交易。如果说你不能够承受止损的话，或者不能够承受亏损的话，你就不要做交易，因为这个市场不适合你。那么它可以在没有达掉你止损的情况下，你就继续拿着，对吧？它可以再次出现低分型，然后还是要上涨一笔。那么前面这个可以给它去掉，不观察它了。最低点547.3，又有底分型的迹象了，对吧？还是没有出现底分型，就还是不要动。又出现底分型了，1分钟的底分型又再次出现，看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生长出一笔来，能不能够生长出来，再次突破前面的这个5487，就是这么做的。大周期也是这么做，小周期也是一样的方法，对吧？你只要能够承受你这个亏损的这段，这个亏损我是能控的。很多人是一直拿着不敢也不设止损，然后亏损的时候就一直硬扛，然后最后到地板的时候，然后承受不了了，搁在地板上。现在有希望要再次突破5487了，再次突破5487就会出现这种就会出现有盘整背驰了，就看它能冲到什么位置，对吧？看能不能够冲到这次冲到120均线，这里有一个120均线，在1分钟上的120均线，看能不能够冲到这儿。那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马上要突破5487了。而且这个 MACD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表达，对吧？ MACD 在一个0轴做了一个空中加油，上去然后回来，在这里做了一个空中加油，看能不能起来，非常好的迹象。再次突破547.97，问题不大。现在的最高点547.57，对吧？离这个最高点547.97还有一点点，再次突破它问题不大。看看突破之后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冲到这个5500吧。5500刚好也是一个整数位，刚好也是1分钟的120均线的这个位置。所以说5500的话，如果说往上冲，基本上所以说你要是在第二次尝试，或者说你在这个位置进止损在这个中枢的上沿的话，你这个位置现在是已经盈利的，但是你的目标位是到5500，还可以再拿。就止损可以两种办法，一是止损继续放在这个中枢上沿这个位置，二是往上提，
就是跟踪止损，对吧？保证你这个前面这个位置进场的这个不亏损也可以，就跟踪止损。如果说你做的是 ES 或者说这个带杠杆的交易的话，你肯定是要做跟踪止损的。毕竟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现在是盈利的，你不想把一个盈利的单子变成一个亏损的单子出来，那对心理的压力打击是比较大的，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是做股票的话，那可以稍微扛一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是带杠杆的那种，就是如果说盈利的，你就尽量把这个盈利的带上，跟踪止损也可以。我们就看一看能不能够把5487打掉之后，打掉5487之后，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往上生长，甚至在这里再做第二个中枢，然后再结束，对吧？就这么一个生长，也就是说从5443生长到这个位置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观察的就是它在这里能不能够再做第二个中枢，做第一个中枢，现在是还在做第一个中枢呢。所以说呀，日内交易其实是很累的，你需要盯盘，这个是非常累人的。有那功夫的话可以做，但是没有功夫的话，这日内交易是非常累人的，一直要盯着，你还要设止损，还要这个设止盈，还要观察不同周期的，对吧？日内交易其实是非常累的。
们看一下能不能够它再次把547幺打掉。如果说再次把547幺这个底分型这个位置打掉的话，就是5487下跌没结束，1分钟上它这段还没下跌结束。但是如果说你的止损还是在这个中枢上沿的话，就还是拿着不动。如果是跟踪止损的话，可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你是跟踪止损的话，这个位置已经出来了，因为你这个3根就这个3分钟，这个3分钟已经让你已经有盈利了。如果说你是做 ES 的话，做期权的话，做这个期指的话，对吧？看看这次的尝试能不能够突破5487.97，哎，突破了。我们看一下5488.25，这个又完成了一笔了，这是新的一笔出现了，新的一笔出现，现在是有背驰的迹象了。那么看能不能够冲到120均线，对吧？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进的，这个位置可以出了，因为是3段，你要的就是这个背驰段，就是说出现背驰了就卖，这就是你计划的。你这个位置可以卖，也可以等一下到120均线这个位置都可以，对吧？你只要是赚的，利用这个方法，那么在这个位置进过一次，然后拿到了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要在这个位置尝试进了，然后现在拿到这个位置，对吧？你就是赚了2段，这段是能吃到的，然后再加上前面这段你能吃到。你起码做日内的话，这2段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前提是你要做好你的止损，这是它出来了，它也可以打掉这些位置，然后把你的止损打掉的。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在你想赚钱之前，先想好你的退路，对吧？先想好什么位置我要止损，我能够承受多少止损，能够承受多少损失，那你就可以随意的进呐。你只要有后路了，我能够承受多少这个亏损，对吧？先想好你的出路，再想好你赚钱，对吧？只要不打掉你的止损，我就一直拿着，那么它赚钱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吗？它就要生长啊，它不可能一直横在这里啊，它不可能一直这样的做这个横盘的动作，它不能这样的一直横。指数的话不太可能，一般个股的话可能这个空间它也震，但是这个空间特别小，但是指数的话，它的相对的空间是能做出来利润的，对吧？它现在是已经没有往上冲，有可能再次出现顶分型往下做，也就是说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出了之后就继续等了，那就那个什么了，继续成长，对吧？所以说我用这个标普的1分钟跟大家演示了你在做交易的时候怎么做，该等什么，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不动，什么时候该动，对吧？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而不是瞎做。所以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个例子，给大家疏通一些你在你交易过程中，因为虽然说我是拿1分钟做例子举例子，但是其他的周期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周期更长了，
你可能日线周期可能等待的时间更多了，对吧？方法是一样。那么我们准备到11点结束，还有5分钟。在结束之前，有一个朋友问那个 Robinhood， 我们可以简单就是这个分析一下，说一下他的情况。他有可能也是今天盘后出财报，我们看一下，也是今天盘后出财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Robinhood， 在昨天我应该分析过这个，在1小时的时候，我们当时说让你等待一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当时1小时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昨天在分析这个 Robinhood， 我说2个位置，你要么是突破前面的501.7，看看能不能够到等比例，对吧？要么是跌破47.59，然后做回落的一笔。这是我们昨天分析的，市场怎么选的呢？它往上走也好，往下走也好，我们不知道。在当下，我们在当下这个位置分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个用完全分类，你要么往上，要么往下嘛，对吧？它选择是往下，那选择往下，那你在昨天这个位置有没有减？先问自己有没有减仓，对吧？有减仓的话，它选择了往下，那我就应对呀，对不对？应对是什么呢？它这个回落勾一笔了，我们把这个回落这笔给它先圈出来，把这个去掉。那这里就有一个第2个中枢了。有潜在的这个第2个中枢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说只能是潜在在这里呢？因为它这笔的回落，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它结束，或者说不能够判断它结束。如果说它结束的话，这里是构成第2个中枢，前面这里是 A 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那么上面这里就是 B 中枢，但是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扩张的中枢，对吧？看扩张之后的一个选择。那么因为它今天盘后也有财报。我们再到日线上看，如果说要是到这个120小时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 Robinhood 9%，到120天现在在43，到43附近的话是9%的空间。如果说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这个小高点的话是8%。Robinhood 可能盘后一般波动是比较大的，10%以上的波动是都有的。但是好就好在它现在MACD 已经冲到0轴以上了 ，MACD 已经冲到0轴以上了，对吧？有回落的话是应该买的，如果说能够回来的话，回落做2买，上去的话就减仓，对吧？如果说再往上走的话，你就减一减，毕竟它在1小时上已经有2中枢了。我们再次回到1小时，1小时上已经有2中枢了。如果说再次突破51.7的话，先减一减，减一减也可以用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这就变成了进入段了，然后这个位置就变成了离开段了。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比较一下它的力度。假设这个46.18是这个离开段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54.2，也就是这个进入段跟这个离开段它的空间相等。我们可以用这个空间尺测一下，从当下的位置，如果到54.2的话，14%点多，对吧？就是10%以上，10%到15%的一个震荡空间是有的，就是针对这个单只的股票。所以说Robinhood 怎么选还是不知道。你要是能够预测，别说盘后的涨跌了，就是在1分钟你都预测不了呢。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标普这个1分钟，你都预测不了它到底能到什么位置，你所能做的就是跟踪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连1分钟都预测不了，你何能预测盘后的这个走势呢？很多人喜欢预测，你连1分钟都预测不了，你就别说更大周期了，对不对？你所能做的就是，跟踪这个情况，到了什么位置应该减点仓，到了什么位置看结构饱满了加一点，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而已。它现在就是这段它的内部还是在这里面纠结，这段内部还没完事呢，对吧？什么时候出现新的一笔，你才能说这一笔结束了？因为它这个周期是非常小的，1分钟周期，就这种的震荡，你是可以等待这个结束之后，或者说等待明确的这个信号的时候再出都可以的。这就是小周期交易跟大周期交易的区别，对吧？现在它这个1分钟这段还不能说它结束呢。好的，现在到了美东时间11点，我们今天这个加播的一场，利用一点时间
尤其是把标普的1分钟我们跟踪下来了这段，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对做交易有什么一些痛点吧。那么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再见。今天就到这里了。